好，首先看到周五，美国总统川普透露，如果中方履行承诺的话，不再向美国走私芬太尼等等，他会进一步的取消对中国征收的10%的惩罚性关税。来看本台驻华府记者张亮、任浩发回的报道。川普总统昨天返回华府后，主持了白宫的万圣节活动。今天他乘坐空军1号南下，看不出疲惫，似乎完全不受密集的行程和时差的影响。他总结这次亚洲之行再给中国人希望，回答了所谓攻打委内瑞拉的假消息、核武试验等诸多热门话题。We took in approximately $3 trillion over the last few days from the trips that we made. They were unbelievable. 总统为中方承诺购买大量美国农产品而感到高兴。川普说，根据中方未来打击向美国走私芬太尼的表现和成果，将用关税鼓励北京制止向美国输入毒品。I put a 20% penalty on. Had a great conversation about it with President Xi yesterday. I'd love to get rid of the other as soon as we see that. 川普称赞这次亚洲行处处受到礼遇和尊重，代表着美国的再次强大。When they treat me with that kind of respect, they're treating our country with that kind of respect, which is much more important. 针对《华盛顿邮报》引述知情人士爆料的美国将袭击委内瑞拉军事基地，以打击总统马杜罗支持的对美国走私毒品行动，川普澄清是假消息。No. You made a decision on that? No, it's not true. 川普也解释了地下核武试验是很多国家都在做的事情，但他拒绝透露有关美国地下核试验的细节。I know exactly what we're doing, where we're doing it, but other countries are doing it, and if other countries do it, we do it. 对于目前暂停的美加贸易谈判，总统说他在韩国时跟加拿大总理卡尼同桌用餐时，接受了卡尼的道歉，但没有透露什么时候会重启谈判。旅行中，川普再次展示出他对国人的关怀。Are you sad? Are you okay? I'm sorry, I'm not getting any audio for this. 总统对4200万美国人因政府关门从本周末收不到食品券感到气愤。他说，领食品券的人大多是民主党选民，让政府关门是民主党在伤害自己的选民。周六，川普将在海湖山庄主持让美国再次伟大晚宴。周日傍晚返回白宫。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亮、任浩，美国报道。好的，感谢张亮和任浩的报道。美国和印度呢，今天在吉隆坡宣布签署了一项为期10年的国防框架协议。面对中共在印太地区持续扩大的军事威胁，美国战争部部长海格塞斯强调，虽然美国印度存在着贸易的摩擦，但是呢，军事联系仍然是空前的紧密。海格塞斯与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双方首次面对面会晤。海格塞斯在 X 平台上发文表示，美印签署的10年框架协议将加强双边协调、资讯共享和技术合作，是维护地区稳定和威慑的基石。It's a significant step for our two militaries, a roadmap for deeper and even more meaningful collaboration ahead. It underscores America's long-term commitment to our shared security and our strong partnership between our countries. We have a major defense partnership that is ongoing and made even more powerful by this agreement. 辛格则表示，这个框架将为双边关系开启新的大门。इस अवसर पर डिफेंस फ्रेमवर्क की शाइनिंग मैं समझता हूं कि उसके परिणामस्वरूप आज एक नए अध्याय का प्रारंभ होगा। इन्हीं शब्दों के साथ मैं पुनः आपको धन्यवाद देता हूं और पूरा विश्वास है कि आपकी लीडरशिप में भारत और यूएस के रिश्ते और अधिक मजबूत होंगे। 这份防务协议凸显了在更广泛的地缘政治背景下，两国战略合作的重要性。对华府而言，印度一直都是印太地区制衡中共威胁的重要力量。辛格也在周五的东盟印度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上表示，印度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海上航线安全。Establish करने के लिए ASEAN-led initiatives इंडिया के सपोर्ट द्वारा रेनफोर्स किया जाता है, जबकि साउथ चाइना सी में किसी भी कोड ऑफ कंडक्ट को सभी देशों के लेजिटिमेट इंटरेस्ट का सम्मान करना चाहिए, ताकि रीजनल इंटरेस्ट सुरक्षित रहें। 目前，中共持续在南海争议水域与菲律宾发生冲突，并在台湾海峡持续侵扰台湾。在和菲律宾国防部长吉尔伯托·特奥多罗会晤后，双方共同宣布已经完成一项国防伙伴关系现代化计划，威慑中共。周五稍早，海格塞斯也在与中共防长董军的会谈中，对北京在台湾周边和南海的海军活动表达了严正关切。
根据他在 X 平台的发文，他向董军强调了维护印太地区力量平衡的重要性，同时关切中共在南海、台海地区针对美国印太地区盟友伙伴的活动。美方会继续跟中共军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磋商。几个月以来，海格塞斯一直在游说印太地区的美国盟友和安全伙伴增加国防开支来遏制中共。他也警告，必须为北京可能入侵台湾做好紧迫准备。新唐人电视台记者王姿怡美国报道。美国五角大楼周五宣布，美国和菲律宾已经组建一支新的联合特遣队。美国战争部部长海格塞斯强调说，此举是美菲合作新的里程碑，双方将深化互操作性，强化军事演习及应变准备，以果断应对危机或侵略，重塑南海威慑力。周五，东盟防长峰会在吉隆坡举行。峰会期间，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与菲律宾和印尼等国防长举行会晤。此举正值华府致力于强化印太区域安全合作之际。美国五角大楼还宣布，美国和菲律宾已组建一支新的联合特遣队。根据五角大楼发言人肖恩·帕内尔的声明，这支名为特遣队菲律宾的新部队将增加行动合作，改善联合规划，并提升互通操作性，特别是在南海地区。We share concerns about China's coerc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particularly recently in Scarborough Shoal. It bears repeating that mutual defense treaty is critical for both of our countries. Either of our forces anywher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t is applicable. And we don't seek confrontation. 海格塞斯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菲双方对中共在南海的胁迫行为深表关切，尤其是近期在黄岩岛的行径。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表示，美菲同盟建立在共同核心价值上，深化两国军事互通操作性，强化威慑力，拓展盟友至关重要。因为航行自由、领土完整与主权尊严不仅关乎菲律宾自身，更攸关全球福祉。在与中共防长董军会晤期间，海格塞斯明确提出了美国的关切，并表示美国将坚决捍卫自身利益，并维持印太地区力量平衡。新唐人电视台记者赵凤华综合报道。亚太经合会议周五在韩国庆州举行，韩国总统李在明接待各国领袖。美国总统川普呢此前已经离开了。我们来看记者金燕从韩国庆州发回的报道。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今明2天在韩国庆州举行，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提前离开，其他各国的领袖代表将在会议第一天讨论贸易合作。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一早先接待各国领袖，周四他已经先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40分钟的会晤，确立日韩稳定且面向未来的关系，也将继续进行两国领导人互访的穿梭外交。而台湾领袖代表林欣怡今天身着深蓝色西装出席。APEC 大会官方转播画面秀出台湾与中华民国国旗，并以晶片领域竞争者描述。而中共对印太周边国家的威胁未减，日韩领袖今天与明天会当面向习近平提出哪些议题，也格外受瞩目。外界关注是否能够达成象征多边合作精神的庆州宣言。后续更多报道，我们将随时为您掌握。以上是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金燕朴炳元在韩国庆州的报道。好，感谢金燕从韩国发回的报道。继续关注韩国庆州的 APEC 领袖峰会周五开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当地时间下午5点和中共习党魁会晤半个小时。高市早苗提到稀土问题，并且要求中方恢复进口日本的水产品和牛肉，并且对中共军队在东海频繁的活动表达了关切。中国は日本にとって重要な隣国でございます。日中両国は地域と国際社会の平和と繁栄という重要な責任を有しております。戦略的互恵関係の包括的な推進と、日中間にはさまざまな懸案と課題もございますが、それらを減らして、理解と協力を増やして、具体的な成果を出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对于中方提出台湾议题，高市也当面回应。他强调，两岸的和平稳定非常重要。
台湾に関して向こうの方から先方から少しお話がございましたので、やはりこの地域の安定そして安全というものはやはり両岸関係が良好であることが非常に重要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は申し上げました。こちらから申し上げました。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伊恩杰综合报道。为了彻底摆脱中共的稀土威胁，美国和盟友国家正在加速建立稀土供应链，不再依赖北京。当前，美国稀土产业发展态势健步如飞。尽管挑战重重，然而业界普遍认为，各国不愿意再回到由北京主导稀土供应的局面。近期，中共扩大对稀土的出口管制，借此威胁国际。中国目前生产全球超过90%的稀土磁体，并掌握半数以上储量与大部分提炼能力。美国跟中国在稀土上面的这个问题它其实是一种竞争的问题。中国想要取代美国。为摆脱对中共稀土等供应链的依赖，美国正在积极推动从矿到磁铁供应链的重建，加强对国内稀土产业的投资与政策上的扶持，同时在盟友国家之间寻求合作。今年8月，美国国防部对稀土生产企业 MP 材料投资4亿美元。本月，美国国防部又在加码提供1.5亿美元贷款，承诺收购 MP 生产的所有稀土磁铁，并制定了铝、钋的10年价格下限，防止中共削价倾销。同时，美国的另一家矿产公司诺维昂正以迅猛步伐迈进，在美国稀土产业起关键作用。诺维昂公司即将在近期将与澳洲莱纳斯稀土公司签署协议，为美国国防与民用产业提供磁体。分析指出，虽然目前美国稀土市场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在投资者兴趣高、美国政府的推动下，稀土产业的各方参与者正展开努力，摆脱对中共的依赖。如果你完全去看整个的经济层面，说要摆脱中共对稀土的控制，那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呢，你要从这个国防安全上摆脱中共对稀土的控制的话，那就是1-2年的时间。所以说，川普这一次争取到了1年的时间，这个呢就为这个改善稀土对西方在国防、战略安全等等这些方面造成的这种负面的影响就大大的降低。分析还说，中共的稀土牌几乎已经出尽，未来中共没有牌了，就只剩节节败退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五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透露，中共已无法继续以稀土为筹码胁迫美国。他说，在未来12到24个月内，美国将完全摆脱中共对稀土的垄断。他还称，中共扩大稀土管制是一个真正的错误，等于把枪放在桌子上后向空中开枪。第一个影响是，这样中国其实靠稀土真的赚了也不少钱的，因为毕竟你做这样大量的生产，你就跟现在中国这个产能过剩一样的问题。第二个是，如果我们从政治面的角度来看的话，当中国没办法透过稀土去跟美国去这个较量，或者是去跟他要挟的话，那表示其实中国它可能对于美国没有什么其他的牌可以使用了。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陈月长春采访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共习党魁周四在韩国会晤，双方达成多项经贸共识，包括关税下调、稀土管制暂停以及合作打击芬太尼等等。但是会谈并未触及台海和人权等敏感的议题。外界普遍认为，目前中共内忧外患，其放弃对稀土的出口管制只是缓兵之计。美中未来贸易战的局势仍有很大变数。川普与习党魁10月30号在韩国釜山会晤。川普受访时表示，双方达成多项经贸共识，其中包括中方愿意解决芬太尼问题，美国将对中国商品征收的20%芬太尼相关关税降至10%，加上现行10%的对等关税，总税率将从57%降至47%。另外，其他关键内容还有，中方将大量购买美国大豆和其他农产品，延后对稀土实施出口管制，期限为1年，而美方将暂缓原定于11月1号启动的对中国商品100%全面关税计划。整体来看的话，中共的稀土牌失效，然后美国赢得了1年的喘息机会。在川习会前夕，中共10月9号突然宣布大幅扩大稀土出口管制，川普政府也随即反击，将从11月1号起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0%的关税。
对于中共为何要放弃稀土筹码，引发舆论热议。这次的贸易谈判呢，对美国来说呢，可能只是我跟 N 多个国家是吧，诸多个协议之中的一个啊，只不过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当然，对中共来说，这次的谈判却是生死大关，因为如果这次要是谈崩了，中美真的可能就会走向脱钩啊，会越来越大幅度的脱钩，中共就会被排除在一个新的国际贸易体系之外。但对于美国来说呢，实际上川普这次的最大的成果，我认为是在马来西亚和日本完成。他跟这个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呢完成了这种稀土的合作协议，通过让澳大利亚出口稀土矿石，和马来西亚和泰国呢进行了个精炼。然后美国跟日本也达成了协议，日本答应把自己的稀土战略储备跟美国分享。换句话说，实际上这个川普已经把中共这个稀土牌给彻底的粉碎了。川习会结束后，双方并没有举行联合记者会。截至目前，双方也没有发布联合声明。分析认为，美中贸易局势未来仍充满变数。这次的协议呢，它是一份为期1年的协议，以后呢是到每年的年末都要来续签的。换句话说，双方都要来核查一下这一年的实际情况究竟怎么样。那如果对方没有兑现，那么这个贸易战可能就会迅速的重启。贸易战实际上还在继续，我觉得这个现在只不过这个贸易战呢，就有点像一个缓兵之计一样的。我看那个真正的脱钩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唐瑞采访报道。有最新的数据显示，中共在持续迫害中国法轮功学员的同时，正在升级针对海外法轮功群体的跨国镇压。美国前国际宗教自由大使明确指出，法轮功是中共迫害最严重的信仰团体，各界应该加大关注力度，表达支持信仰自由的坚定立场。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的最新统计，自2024年3月至2025年10月16号，针对法轮功或冒充法轮功学员的匿名死亡威胁事件总数多达193起。仅今年10月份发生的威胁案例显示，法轮功学员及相关团体，甚至美国总统住所，都成为全球范围内一系列密集骚扰和网络攻击的目标。威胁行径包括冒充神韵艺术团演员、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创始人及亲属以及媒体编辑，向锁定人群发出枪击、爆炸、纵火和谋杀威胁。此外，还有面对面的人身恐吓，以及大规模的针对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网站的攻击等。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副幕僚长陶志认为，这是中共特别针对法轮功的典型的跨国镇压行为，是中共国家级的恐怖主义行径。从1999年起，中共就开始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实施精神、肉体和经济的迫害，一直持续至今。很多法轮功学员在非法关押期间被迫害致疯、致残、致死，甚至被活摘器官。美国前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明确指出，法轮功是中共迫害最严重的信仰团体，美国应该以实际行动支持信仰自由，邀请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进入白宫，与总统川普会晤，以彰显美国对宗教自由与普世价值的坚定立场。这将是美国历史上对信仰自由最有力的象征行动。Why does China invest billions of dollars each year to oppress religion? And I would argue Falun Gong get the worst of all of i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killed more of its own people than any other regime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and nobody else is even close. 布朗巴克日前受访时谈到，中共党魁曾与普京提及利用器官移植来延长寿命。他认为，共产党邪恶的本质昭然若揭。I was aghast.As I know about the organ harvesting things, and I thought the only way you get the organs that you want is to kill somebody. And that person is probably a religious person or somebody that believes in human rights or is opposed to the regime. I mean, what leader thinks of their own people that way other than a diabolical one? That is a horrific world to consider. And that is a world driven by evil.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付宇综合报道。本周早些时候，在美国宾州首府哈里斯堡的州议会大厦内，法轮功学员们举办了法轮大法真相日的活动，并且召开新闻发布会。
呼吁州议员们关注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及中共的跨国镇压。活动得到2党州议员的支持，他们纷纷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谴责中共的跨国镇压。在真相日活动的前一天，宾州共和党参议员马斯特里亚诺提出了一项参议院决议，明确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持续迫害及其在美国领土上对法轮功群体的跨国镇压。The inspiration for the resolution is to call upon our federal government to pay attention and demand that the CCP stops its persecution, its organ harvesting, and lets these people just walk as free men and women. What is wrong with following your own beliefs? Is this so much of a risk to Beijing and President Xi that he's going to lose power? Of course not. And harvest living people and take their organs out for money. That's the one of the most brutal things I've heard about in my lifetime, and it must end today. 马斯特里亚诺议员还谴责了中共跨国镇压的罪行。But no foreign police, no foreign intelligence should have power in our country. 在新闻发布会上演讲时，马斯特里亚诺议员认为，国际社会的沉默助长了中共的残酷迫害，各界应该勇于发声。This is a crime against humanity, and it must end now. For far too long, because of trade and money, many nations have looked away silently, all because of economics. But silence in the face of evil is complicity. You're part of the problem if you're standing aside. 参议员斯特里特强调，信仰和表达自由是普世权利。No group of people, the Falun Dafa or any others, should be persecuted for their beliefs, for wanting to peacefully express their religious and cultural beliefs, for wanting to meditate, for wanting to be able to share their beliefs with other people. I believe that for all of us, we have an obligation to use the platforms in front of us to speak out against oppression, and so I do that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will speak out against it wherever I find it in the world. 反活摘器官医生组织代表卢索医生在新闻发布会上详细介绍了中共活摘器官暴行的规模。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re the largest victims of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in China. We can tell by the numbers that every hour someone is being killed by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That's how massive this crime is.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林浩、温胜元、李凯西，美国宾州首府哈里斯堡采访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星期五的清晨宣布，已经成功地阻止了一起计划在万圣节周末发动的暴力袭击。多名涉案嫌疑人已经在密西根州被逮捕。警方强调，目前社区没有任何的安全威胁。根据美联社报道，行动主要集中在密西根州的底特律地区，在迪尔伯恩福森高中附近，多名 FBI 探员进出一栋住宅，并从一辆卡车上取出纸袋和其他物品。2名执法官员透露，这起阴谋是在网络聊天室中策划的，并受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启发。其中一名官员表示，在聊天室谈话初期 ，FBI 就派出一名卧底人员渗入。到目前为止，已有2名嫌疑人被捕，另有3人正在接受调查。执法人员指出，当监控小组发现嫌犯在对话中提到南瓜节时，探员担心他们可能准备在万圣节前后行动，于是决定立即出手。另外 ，FBI 今年5月也曾逮捕一名男子，指控他花了数月策划，准备代表伊斯兰国攻击底特律郊区的一处美军基地。这名男子名叫阿尔马塞伊德，当时他并不知道自己接触的同伙其实是 FBI 卧底。迪尔伯恩警方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已知悉 FBI 当天在室内行动，并向居民保证社区目前没有任何威胁。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刘佳佳，美国报道。美国联邦政府停摆已经进入到第31天，关门导致的各种严重后果正在逐渐的显现，可能会促使国会的立法者们尽快的结束政府关门的现状。自10月1日以来，由于美国参议院未能就拨款方案达成一致，政府停摆一直持续至今。共和党人主张先通过短期拨款案，再谈税收与医保议题。民主党人则继续推进包括延长平价医疗法案、税务优惠的提案。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奥巴马医改永远行不通，两党可以一起制定更好的医保方案。他说，民主党人企图从医疗体系中转移数万亿美元资金，补助非法入境者，而共和党人绝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He just desperately wants the government to be reopened so that all these resources can flow to the people who need it so much. 医保的开放注册期将于11月1日开始。众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表示，许多人现在收到通知，保费可能上调1000至2000美元。副总统万斯赞赏3位投票支持政府开门的温和派民主党人，他呼吁再有5位理智的民主党人挺身而出，就能结束政府人质危机。I just want to say to any Democrat in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you do not get to take the American people's government hostage and then demand that we give you everything you want. 周五，至少有9个美国联邦航空总署设施面临人员短缺问题。截至前一天，美国共有7300个航班延误，1250个航班取消。万斯警告，如果联邦政府继续关门，年底的假期出游潮可能将变成一场灾难。美国农业部此前宣布，周6开始暂停发放食品券福利。周五，马萨诸塞州和罗德岛州的法官裁定，在政府停摆期间，川普政府必须动用应急资金来支付数百万美国人的补充营养援助计划食品券福利。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郭约希美国报道。好，下面来关注俄乌方面的情况。基辅方面首次证实，俄军几个月以来对乌克兰使用了可携带核弹头的9M729巡航导弹，而正是这种导弹促使川普政府在2019年退出了与莫斯科签署的核军控协议。美国总统川普周四下令美军立即恢复33年来的首次核武试验，这一决定正值中共近年来迅速扩张核武库之际。而就在近期，俄罗斯宣布成功试射了核动力巡航导弹与核动力鱼雷。不仅如此，路透社周五报道，乌克兰外长西比哈披露，俄罗斯在实战中使用了9M729陆基巡航导弹，它的射程可达2500公里，可以携带核弹头。西比哈证实，正是这种俄方秘密研发的导弹，曾经促使川普总统在第1任期内退出了与莫斯科签署的核军控协议《中程导弹条约》。华盛顿认为，9M729导弹的射程远远超过了500公里的限制，违反了条约规定。不过，俄罗斯否认了这一说法。基辅军方人士透露，自今年8月以来，俄罗斯已经向乌克兰发射了23枚9M729导弹。最近一次发射是在10月5号，导弹的飞行距离超过了1200公里，最后落入了乌克兰境内。西比哈在声明中强调，俄罗斯在过去数月对乌克兰使用中程导弹条约明令禁止的导弹，显示出普京对美国以及川普总统为终结俄乌战争所做的外交努力缺乏尊重。他敦促对莫斯科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他走向和平。有西方军事专家指出，9M729导弹原本是为了打击欧洲境内目标而设计的，因此俄军使用这款导弹不但扩大了打击乌克兰的武器库，同时也在向欧洲发出威胁信号，增加俄乌谈判的筹码。另外，普京在去年11月首次宣称将新式高超音速帧数中程导弹用在了乌克兰战场。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局长马柳克周五在与泽连斯基的会议上证实，乌克兰曾在一次联合特别行动中成功摧毁了1枚帧数导弹。他还表示，今年以来，乌军对俄罗斯石油生产与炼油设施实施了近160次的成功打击，并誓言将继续攻击行动，来削弱莫斯科维系战争的资金能力。就在同一天，俄罗斯西部城市奥缪尔的一家电厂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而另一边，乌克兰东北部的苏美地区同样遭遇了俄军的猛烈袭击，东部前线红军城的局势也依然严峻。Ситуація в Покровській, вона складна. Вона там, дивіться, всі їх сили там. Ви знаєте, що в цьому напрямку 170 тисяч зосередження ворога. Це дуже багато.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易静综合报道。好，来看中东方面的局势。周五，在特拉维夫人质广场举行的安息日庆祝仪式上，获释的人质向民众表达感谢，并呼吁救回所有的剩余人质。同时，哈马斯最近移交的2名遇害人质的身份已经被确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将迫使哈马斯交出所有的人质，并且解除武装，实现加沙和平的目标。周五，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人质广场，获释的以色列人质奥姆里米兰出席了安息日的欢迎仪式。他感谢所有人的帮助。אבל מה שהבנתי זה שמתוך הכאב, השבר והטראומה
קמתם ועמדתם לצד משפחתי, ועל כך תודה אינסופית. שוב, תודה רבה.在2023年的10月7号，哈马斯武装分子将米兰全家驱赶到居民的住宅，并将2户同时囚禁。哈马斯恐怖分子杀害了邻居18岁的女儿后，又将米兰与另一位父亲伊丹劫持到了加沙。伊丹在囚禁期间遇害。以色列政府在周4晚间宣布，当天稍早，哈马斯从加沙移交的2名遇害人质的身份已经确认，他们分别是25岁的萨哈尔·巴鲁克和84岁的阿米拉姆·库伯。2年前的10月7号，25岁的巴鲁克与弟弟在母亲的家中遭遇哈马斯恐怖分子的袭击，弟弟不幸遇难，巴鲁克在遭囚禁3个月后也遇害。84岁的库伯生前是身兼经济学家与诗集作家，著有3部诗集。他在10月7号当天与妻子是一同遭到绑架。以色列政府去年6月证实，库伯已经在囚禁期间遇害。在周5的活动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誓言将接回所有被遇害的人质，并实施加沙非军事化的目标。אנחנו לא נפסיק, לא נרפה, עד שנחזיר את כולם הביתה. בסופו של יום, החמאס יפורק מנשקו ועזה תפורז. אם כוחות זרים יעשו זאת, מה טוב, ואם הם לא יעשו זאת, אנחנו נעשה זאת. 此前一天，内塔尼亚胡视察了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军民协调中心，在那里，驻以美军正在监控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כשנצליח, אז יש פה מאמץ אמיתי בשיתוף פעולה עם שמירה של הביטחון בידינו, להשיג תוצאות שאולי אף אחד לא מאמין שנשיג, ואנחנו רוצים לנסות. 自加沙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哈马斯武装分子已经归还了17具人质的遗骸，仍有11名遇害者的遗体被扣押在加沙。新唐人电视台记者赵凤华综合报道。英国王室宣布剥夺安德鲁王子的所有王室头衔，命令他搬出王室庄园。英国首相斯坦默表示，完全支持白金汉宫的决定。安德鲁王子涉及性丑闻，并被指控为中共间谍。英国王室爆出震撼消息，英国国王查尔斯周4发出声明，革除弟弟安德鲁的所有王室头衔和荣誉，姓名更改为安德鲁·蒙巴顿·温莎，并逐出温莎的王室庄园。白金汉宫还表示，尽管安德鲁否认对他的指控，但这些谴责仍被认为是必要的。陛下仅以此表明，始终对任何形式被虐待的受害者和幸存者深感同情。安德鲁是已故女王伊丽莎白2世的第3个孩子，卷入美国富商爱伯斯坦性侵案，去年还被指控和中共间谍杨廷波来往密切。He doesn't deserve it. He's wrong. He shouldn't have done what he did, and he should be sent to the US to face the charges that he should face. Because of his family doesn't mean that he shouldn't be held responsible for potentially his past actions, and I think that the fact that the royal family decided to actually go against him is quite a big thing. 据报，安德鲁将搬到诺福克郡桑德林厄姆一处由国王查尔斯出资的私人房产居住。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安琪·江迪亚综合报道。下面来看本期的国际聚焦。纽约10月30号的暴雨破纪录，10分钟内倾盆大雨造成2人死亡，多地严重积水。纽约肯尼迪、拉瓜迪亚及纽瓦克3大机场航班受阻。气象局对布朗克斯、布鲁克林及王后区发布洪水警报。飓风梅丽莎重创加勒比多国，造成近50人死亡。美国飓风中心警告，百慕大已出现热带风暴，最大风速达每小时155公里。研究显示，人为气候变迁使强飓风发生几率增加了4倍。美国近日在菲律宾北部部署部队与反舰导弹，并持续进行联合军演。目标之一是封锁巴士海峡，以阻止中共军舰在对台动武时进入太平洋。菲律宾前军方总参谋长表示，若不控制菲律宾北部，就无法入侵台湾。荷兰芯片商安氏半导体因东莞厂未履行付款义务，自10月26号起暂停供应芯片，可能加剧全球车用芯片短缺。
此前，荷兰政府以国安疑虑接管安氏，引发与中国母公司文泰科技的纠纷。英国记者安东尼·格雷于2025年10月11号逝世，享年87岁，留下2名也是记者的女儿。格雷于1967年赴北京报道，在文革期间被中共软禁26个月，成为国际焦点。获释后，他为 BBC 工作，从事写作，并创办慈善机构，协助国际人质。承传传统，匠心独具，普瑞堂玄宝黑参，精选韩国优质高丽参，历经2260天，9蒸9铺，手工制作，富含人参皂苷，去除燥火，滋养身心。普瑞堂玄宝黑参再现生命活力。点击视频下面连结，输入 NTD999即可享受全球免运费。